朋友们，咱们又来拍 ES9了，这一次是动态。我们这次拍的还是这个晨灰金的颜色，然后也可以给大家对比一下，就是跟上次静态拍在室内的灯光下有什么不一样。还有就是现在预售价已经出了，我们今天拿的这个是带天行底盘的版本，就是中间的那个配置，也就是带集成式的全主动悬架，这个是58万的。如果是租店的话，就是48万的版本。然后它相比那个就是双腔空悬加 CDC 的版本是贵了6万块钱。然后除了大家说的这个全主动悬架，其他的配置也跟大家说一下，比如说它就从21的轮变成了22的轮，然后这个是各种签名版在车尾那儿都有，还有就是它也是新一代的 Nomi， 然后 LC 的调光玻璃，双神机 NX9031智驾芯片，包括22点的这些按摩，就是这辆车都有。但是我觉得就是双腔空悬加 CDC， 其实很多的车都有。如果说动态表现这些车是舒适是稳的话，那这个集成式的全主动悬架对于这个5.36米的车来说，它能够带给你的舒适的感觉是那种极致的舒适。动态的具体的表现咱们过后再跟大家聊。然后它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版本，那个是65万的版本，租店是55万，那个就是地平线的版本。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就是纯看一些外观，或者说我就想要一个就是顶豪的这种车，你也可以考虑那个。但是这些都是预售价，就具体的价格5月27号的时候会出。然后咱们今天所有的重点啊都放在这辆车的动态上。还是得站到车侧，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5.36米的体量。然后这台车宽是2.029米，车高是1.87米，轴距是3.25米，就是大，坐的舒服。但是就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是不是好开？然后全系都标配后转和线转。它是没有带就是咱们正常的那种就是普通的方向盘的那种形状的，然后大家可能会多少有一点点的不习惯，尤其是老司机，就是你开惯了你自己的车，但是对于它的这个个头来说，就是它的线控转向绝对是对它的通过性就是灵活性上有帮助的。就在城市里边，当你左右车道都有车的时候，你就能感觉到哇，它宽的那种感觉了。就是你看我现在，其实我是在我的车道的正中间，但我就会觉得，哎，我离我左右的车都会比较近，然后你总会下意识的看一眼或者看一眼镜子。实际上都不是，就是大家都在各自的车道里边非常平稳的行驶，就是它太宽了，需要适应一下。咱前面跟大家梳理那仨版本啊，其实非常简单，你就把悬架单独看成2个版本，一个是就是双腔空悬加 CDC 的，那是一个，然后咱们这个全主动悬架的是一个，然后你可以把地平线单拎出来当一个版本。然后这个全主动悬架的，我觉得就是舒适性的车，其实开起来可以分3个等级，第一个等级就是晃，第2个等级就是稳，第3个等级就是吸。那这个就是带全主动悬架的这个 ES9， 它开起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吸，就是你能感受到这个车特别的稳。咱就别聊俯仰，我觉得聊俯仰放到这台车上，你都感觉说是对它的一个低估，就是你自己感觉到说我日常的这个减速，我应该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反应，它几乎没有。或者是当它压到井盖，甚至我们还录了一点飞坡的镜头，就是你想到的，就是大概的能有一个往下落的那个车的姿态，或者往前有没有就是我们所说的 X 轴纵轴的这样的一个动，它都没有，它的车身姿态非常非常的稳。而且它是有4D 舒适领航的，我们现在也是在开着，就是它为你工作多少次啊，这一路，然后包括它的这个颠簸指数，它都会在上面去显示。再有就是减速带，其实是大家往常就是行车当中不太喜欢碰到的一个点，它是有一个叫精准提轮，它就是来处理这些减速带的，但是它更多的就是结合着这个舒适领航的功能来用的。就比如说之前我走过，或者说所有的这些开蔚来的车带舒适领航的这些人，他走过这个就能够记住，然后当你下次过去的时候，他就能感觉说，哎，我这个轮是绷着过去的，然后就感觉说压到了，但似乎从车身的姿态上来说，又像是没压到的那种感觉。就是它所有的让大家感觉有感的东西，它都会变得无感，甚至说传递上来的感觉是减轻的。
然后它这个当中呢，舒适其实是分2个模式的，它有一个舒适模式，其实就是我们大家日常理解的这个，你大部分的路况都可以用这个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后排尊享模式，这个其实就特别适合去走一些特别烂的路。那舒适模式它的悬架就是一个偏软的一个模式，那这个就是一个极软的一个模式，就是它能够更多的去帮你缓解掉就是道路上的这样的一些起伏，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些颠簸呀、沟坎啊，就都让大家更平稳的这样的过去。还有就是很多强调舒适的车呢，它一般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在前排的时候，我感觉体感还行，但是可能坐2排或者坐3排的人，它的舒适性就相较前排来讲就会差很多。但是 ES9 不是，它想要的不光是说，哎，我每个座位的平权，不只是空间上的平权，也是舒适性上的平权。我觉得这个后排尊享模式也是更多的时候就给大家走烂路的时候，然后让后排的人也感觉说，哎，我这坐着也挺舒服的，并没有说后排特别的颠。后排不是都带电视嘛？就如果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就是你感受到的体感和你看到的人眼的东西，它是不匹配的话，其实也是形成大家晕车的一个原因。然后它2排的屏幕带的观影模式，就都有那种，就是如果大家用 iPhone 手机的动态，不是都有那种小球嘛？它也有，其实就是能够缓解大家的这种眩晕。而且 NVH 上面挺好的，今天北京也是有蓝色大风预警的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车里就感觉说它整个前脸其实还是比较厚的，但是现在高速啊也是70、80的一个速度在推，就是我不说话你听一下，对吧？而且走这些桥梁接缝，就是它除了稳，还有就是它上来的绿的是特别特别舒服的，就你能感觉到这个车它的行驶的那种豪华感上面，就是整个底盘的这一块调的特别好。反正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全主动悬架的这个版本。还有就是它也有一些自己黑科技的一些东西，它有一个功能叫智能路径回溯，这个其实很适合，就是比如说你去草原啊，或者去什么西藏啊这些地方，就是有一些你要去的一些点儿啊，或者一些湖啊，它导航的路线已经没有了，就是纯粹是你要自己往里开，就是你开进去了，它是能够点一个就是路线记录的，然后记录的大概里程是在20公里，就是等你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比如说晚上了，这些白天你能看到的路标都没有了，它还能够带你出来。而且它的灯光里边也有一个能配合这个场景的，叫探照光毯，就是除了说智能光毯以外，就是我黑的地儿啊，或者跑高速的时候，我能在前面随着出现一条路，或者说有一些灯光补盲的这样的效果，就是它的探照光毯的照射距离是能够达到23米远的，就是在一些很黑的地方，我觉得它也是大家整个通过性和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补充。另外呢，它有一个就是弹跳脱困的模式，就是咱们知道它是有空悬的，但它正常的一个空悬的高度是在110，在这个弹跳脱困的模式当中是能够达到220。然后这也有一个关速，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它大概是怎么来完成的。另外，除了咱们说的那些常规的驾驶模式，它也有一个自适应的驾驶模式。这边就是整个的车身啊、悬架呀，包括你的这些侧倾角、俯仰角，然后海拔，还有一些沙地啊，就是碎石啊、泥地、湿地这些模式，它也都在里边，就有一点咱们感觉的那种全地形的驾驶模式。这台车它的涉水模式是能够达到810的，就有一些像大暴雨的一种极端天气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台车也是能够应对一下的。而且它会随着你往前推水位的时候，它的就是实时的这种水位的高低在前面也都能够显示。但是开这么一个大车，就是大家肯定觉得说我正常往前走的时候，大部分都没问题。它这次针对地库有一场景，这车高不是1.87米嘛，然后有一些极端的地库，可能它的限高是1.8米，那你想过这会儿怎么办吗？就是它是走到那儿的时候，它能够自己识别到，然后给你一个提示，然后你按一下，它能够自己往下降70毫米。
那也就是说它正好降下来之后就是卡着1.8，然后你就可以很平稳的下去了。反正这会出一个提示，你点一下就行。然后再有就是，如果说你是长时间走这个，它也会把这个地库记住，就是以后每次走这儿的时候，它都会往下降。然后我们呢，就是现在也实在是找不到就是这么限高1.8的一些地库，但是我们会在地库里边找一些就是不太好通过的一些场景，带这个车去试试。咱们要穿几个柱子，这左边这不算啥啊，看前面这个，这俩并行的，这有点桥墩子那意思了啊。咱这车宽可2.62米呢。没问题吧？而且这个整个影像都特清晰，因为它吊的是 AD 的摄像头。那儿已经很极限了，然后你看我这方向打的是吧，就打这么一点儿，而且它的这个转向比其实都是随速的，它是6:1到14:1，还有就是它这个转弯半径也比较小，5.4米，它后轮转向的角度是8.4度，然后你看我现在就时速3、4左右，就都不像原地就是打那么多，这通过性已经相当不错了。就是那个角儿，我觉得有的车可能得倒一把，或者自己的距离没找好什么的。就是刚才那个通过画面，大家必须得就是车上的角度，就是对着车外的那个角度一块看，你就能感觉到它的那个压迫感。我觉得这个城市路段的这种对于所有人来说它是有用的，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在这种路段下用车会比较多一点。还是挺有自信的，是不是？这老天上太麻烦了，垂直车位和平行车位，你看，这也是一个不太好走的一个角，过来了。就是它转向角度小了，我觉得我对车外所有位置的这个观察都要省略很多。虽然我开着的这个车感觉非常非常的大。嗨，Nomi。我要自动泊车。请在屏幕上选择车位。请松开刹车和方向盘。它能选择开始泊车。能选择左中右啊，我们来吧。泊车开始了，请注意周围环境。哇，这么快！哎，这个位置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，因为你看我们这两个，嚯，这两个角，两个死角都有车位。我选的是靠左啊，靠柱子的车位。你瞅瞅这多清楚，这感觉把整个地库都打亮了似的，是吧？距离有点近，帮你主动折叠后视镜了。行嘞。哎，你好了。好的，你真棒。朋友们，旁边是一个 ES8，这边是 ES9，哎，你就感受一下他们俩啊，现在都是后轮挨到了停止杆的位置，或者你以这个轮子为这个参照物，你就能够比出来。再有就是它俩的高度上面，整个车的体量上都差非常非常多。然后以前大家老问说前备箱有什么用，你看看现在的这个位置，这就是前备箱能够使用的一个场景，因为你后备箱根本就打不开。还有就是你拿到钥匙正常上车，你这不也是前备箱放进去之后，你直接上车就开车走的这样一个路径吗？但是咱今天找了一个就是这种老破小的这样的一个停车场，但是你不要以为它很偏僻，它这是在北京的三里屯33的地下停车场，然后让大家感觉一下，就是像这么大的车走这些极度狭窄的一些地方，它的整个的后轮转向啊，包括它的线控转向带来的这种灵活性，这绝对太直观了。大
家可能看到的始终都是就是中岛版的 ES9，然后它也是有通道版的，就是这儿就不是一个就是死的这样的一个大扶手，它就变成了一个人可以正常出入第3排的那个版本，它会在7月份的时候上，就比咱们现在的这个固定的这个中岛版大概是要晚1个月左右的时间。但是我觉得啊，就是谁也不是天天用3排，我还是感觉说有这个中岛版整个的9系行政豪华的那个味儿能够更足一点。还有就是大家以前就想着说，哦，蔚来 ES8 挺好的，然后国产新能源的整个的40万的这个豪华都是它来开创的，也是国产品牌第一个敢叫版 BBA 的车型。然后咱们现在就感觉说，哦，原来在 ES8 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得更豪华，就是咱们现在感受到的这个 ES9 的这辆车，我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，就是看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说，哎，它黑科技挺多的，然后确实就是蔚来在整个的氛围上，在细节上，我觉得它都是新能源里边就是这些车当中处理的非常非常好的。那句话怎么说？说你可以永远相信未来的审美。所以朋友，你信了吗？这回？